先到了陈雪的舅舅家里，昨天已经联系过，到的时候包括收购商已经在等了。都是老顾客了，看看品质咱速战速决。刘乃勋笑着说道。收购商姓杨，林浩第一次来，其中一半的燕窝就是对方收走的，这回将燕窝倒出仔细看了看，品质和往年一样，没啥问题。阿浩，我知道你们这是找到窝子采的，其实1年可以采2茬的。林浩笑笑岔开话题。杨叔，还得麻烦您一下，有话直说。我想留个几斤，但我不会处理，让别人帮我处理我又不放心，您看能不能帮帮忙？您放心，多少手工费您开个口就行。多大点事？你找我老杨是对我的信任，不过这清理确实挺麻烦，10抽1你看行不？林浩一点犹豫都没有。那就留10斤湿的吧，您帮我烘好给我。所谓的10抽1，就是处理的价格不提了，处理10斤燕窝收1斤的手续费，这个价格难说高低，主要是双方是长期合作，想来老杨不会动手脚。去除留下来的，剩下的过秤总共43斤7两，价格相较前年有所上升，1克40块的样子。这些总共卖了80多万，付了钱，老杨本想做东，但林浩借口中午有事，老杨便不再留。他一走，林浩又看向刘乃勋，舅舅，等杨总弄好之后，你留点让舅母没事炖着吃，反正阿雪也用不了这么多。这个到时再说，中午真有事。舅舅，今天约了朋友，下午还得回去，中午就不在这吃了。听林浩这么说，刘乃勋有点遗憾，他还是蛮喜欢这小子的，反正几次见面，对其的印象一直很不错。真有事我就不留你了，等老杨把弄好的燕窝拿过来，到时我让你弟给你送过去，你就不用跑了。谢谢舅舅。刘乃勋又想起一事，阿浩，听我姐说，龙虎山的老神仙能治好我家的遗传病是吧？不等林浩回复，他又指着心脏道，我这偶尔也不得劲，去医院体检又说没啥毛病。舅舅，你要是感觉很不舒服，要不就近期抽时间过去，我会给我师傅打电话说一声的。要是没多大的事，明年年初跟着阿雪爹娘一起去也行。那我就等年初吧。又聊了一会，眼瞅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林浩这才提出告辞，跟陈雪两人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船厂，在船厂里吃的午饭，也得到了一个相对确切的时间点，明年5、6月份，没意外的话，大船可以交付。2点多，他就在小区门口等着，没一会就看到了一辆车开了过来。你这车还挺吸睛的，我们小区保安隔着老远就喊好车了。见林浩下车，刘忠伦伸手相握，随即打趣着：“刘哥，打扰了。这么见外干什么？走吧，你嫂子在家忙晚餐呢，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。”刘忠伦又和下车的陈雪打了声招呼，对着保安喊了一声：“老顾，车停这，你帮忙代看着一点。走吧，这是老小区，里面更不好停车。”我可没客气，没看我都空着手吗？今天他是来求刘忠伦办事的，如果带着手办，那就算是利益交换了，并不是很好。空着手则表示今天来看的是情谊，而不是利益。刘忠伦更高兴，没带就对了。早先送来的人参，你嫂子还说太贵重，要你今天走时带回去呢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可现在就走了。行了，快点回家。说笑着进了家。刘忠伦老婆见到陈雪也颇为高兴，拉着就聊个没完。嫂子，我帮你。行，我俩一起摘菜，我们聊我们的。刘忠伦家里也有一个功夫茶几，两人坐到边上，刘忠伦开始泡茶。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先说正事。林浩笑了笑，刘哥，我在加拿大缺了快递淘金。听他这么一句，刘忠伦瞪大眼，老弟，你这不得了啊，生意都玩到加拿大了。小打小闹。刘哥，你是海关的，那边的黄金我打算运回国内，就问问这其中有啥难度吗？阿浩，为什么不在当地处理掉，现金转回国内要方便很多啊？刘哥，我对黄金的价值很看好，就想着囤一批，但你也知道，把黄金囤在国外，谁知道两国关系未来是啥走向？我毕竟不是那边的人，到时万一有个风吹草动，可就难办了。所以就想着把黄金运回国内储存。刘忠伦犹豫了一番，还是摇头。阿浩，你恐怕不了解关税。个人进关黄金的话，若是少量的首饰类，一般是5%的关税；但要是达到50克以上的纯黄金，那可是20%的关税。当然也有专供贸易使用的金砖金条免税，但你这要办这样的手续，可能会比较麻烦。林浩瞪大眼，他想到需要关税，但没想到关税居然这么夸张，2成啊！所以我觉得你要是看好黄金，还是在国外把黄金卖掉，然后到国内再买，这样损失会小很多。林浩挠了挠头，但这么操作，自己埋在地下的那些怎么见光呢？心思电转之下，他还是点头道：“我认可20%的关税，就当给国家做贡献了。”这一刻他真是这么想的，反正自己从海底捞的，交2成的税也没什么。刘忠伦愕然，随即一竖拇指：“你这格局没得说，怪不得有气魄，一口气捐1个多亿呢。先声明，我可不会帮你瞒报重量。”刘哥，我这人做事就图个心安，我不仅不要你瞒报重量，还希望你多报一些。那也没必要。我说真的，如果我运100公斤的黄金，100公斤的铜，能按200公斤的黄金报关吗？
你这是为……刘哥，这就是兄弟让你帮的忙，你就说能不能办吧。刘忠伦瞪大眼，他想过无数种可能，但也没想明白是这么一个忙。这种操作虽说违规，但并没有损害国家的利益，倒也不是不能帮，但他就是不理解，因为啥呀？我要问你原因，你肯定不会说吧？林浩笑了笑，说实话，这么大一批黄金，我在美国那里受限很多，如果贸然运回国内，肯定行不通。所以我想着把黄金掺在桶内，但这样在国内过关肯定过不了，索性我就和你托底了。我主要就是为了运黄金。刘忠伦突然有点感动，阿浩为了运点黄金回国，那可是煞费苦心啊，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。那美国那边的关口，那是资本主义国家，只要愿意花钱，就没啥办不到的。行，这个忙我帮了。林浩心中暗松一口气，有点愧疚骗了刘忠伦，但这也是没法子的事。国内地下的黄金要洗白，只能采用这样的办法。当然，这个办法他也付出了相对应的税额，那可不是一笔小数字。你们聊好了没？能吃饭喽？今晚不准走，我俩好好喝一杯。事情谈好，林浩也放松下来。行啊，那我可就舍命陪君子了。不用你舍命，舍得喂就行。两人哈哈大笑。桌上的菜还算蛮丰盛的，其中一半是熟食。刘忠伦老婆笑着道：知道你是海鲜大王，平时那些吃的不少，我可就没怎么买海鲜，可不是嫂子小气。嫂子，您这话说的我都不知该怎么接了，越家常我越喜欢，说明你没把我俩当外人。林浩说着就不客气地夹了一块鸭肉，尝了一口，一竖大拇指。这江鸭烧的太好了，嫂子，你这水平可比我饭店里的大厨还要高呢。这话我爱听，你可以多说几句。刘忠伦哈哈大笑，一个敢夸，一个敢领，还真都是不客气的。快点，趁热多吃点。又拿过酒瓶，开始给林浩倒酒。弟妹也喝点。我们喝红的，不用你俩操心。